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我和沈4年在一起6年，陪着他白手起家，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一个馒头分成2顿吃。沈氏集团上市，沈4年一跃成为金融新贵。我等着沈4年承诺的娶我，却在办公室看到了他和小秘书暧昧不清的吻。男人低潮道，金贵地托起秘书下巴，他跟了我这么久，还能嫁给谁？出个轨而已，你我各取所需。后来我分手再嫁他人，沈4年却将我的婚礼现场砸了个稀巴烂。夏安安，你敢嫁，我就敢让他死。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安安，别去了。杨宇拉住了我的手，眼神复杂。就算是沈4年犯错了又怎么样？你和他已经在一起6年了，6年了。我和沈4年住在一起，共同创业，将沈氏集团发扬光大。直到今天，我的手机上收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沈4年陷入情欲，眼神迷离，亲吻着一个陌生女人的脸颊。今晚6点半，沈总办公室会有你知道的一切，赶过来吗？充满挑衅的短信，却击碎了我所有的自尊心。我其实什么都明白了，却总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沈氏集团步入正轨，沈4年却迟迟没有提出要娶我。我今年已经29岁了，青春都花在了沈4年身上。这巨大的沉没成本，连杨宇都不忍心让我知道真相。我强装冷静，走向那扇门。6年了，我更要知道一切。办公室留了一道缝隙，都不用打开。沈4年吻着年轻貌美的小秘书，小秘书在他怀里面调笑：“沈总，你这样，夏经理知道了会怎么样？”沈4年低潮一笑，金贵地托起秘书下巴：“他跟了我这么久，还能嫁给谁？出个轨而已，你我各取所需。”视线中，秘书笑靥如花，抱住沈4年，用得意目光看向我。我后退一步，神色恍惚，转身离开，没让人发现我的踉跄。安安，杨宇追上我，咬了咬牙：“沈4年真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教训他。”我却拉住了他离开。回去吧。我坐在车上，将所有狼狈掩盖在面无表情的面孔下。成年人的爱情大抵如此，体面和冷静早就充斥骨髓。沈4年呀，喜新厌旧，分手就是了，何必闹得这么难堪？他不是不知道我眼里容不下沙子，却还是这样挑战我的底线。我看着车窗之外倒退的景色，将所有的苦涩吞进肚子里面。沈4年这是自以为拿捏了我非他不嫁，可我的眼里真的揉不进沙子。夏经理，这是怎么了？助理突然被我叫过来，神色迷茫。我淡淡开口：“帮我安排人将这房间里收拾出来的东西搬到我城南那套房子。”闻言，助理眼眸震惊，看着摆放在眼前的10几个大箱子，半晌才说一句：“夏经理是不是和沈总有什么误会？虽然我和沈4年没结婚，但沈氏集团都默认我是沈4年的妻子。毕竟我和沈4年在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无论是利益还是感情，早就是密不可分了。这套房子也是沈4年当初承诺我的婚房，助理不可能不知道。可现在我却要搬出去。”助理猜测到我和沈4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又不敢多问，只暗暗劝道：“夏经理，你和沈总在一起这么多年不容易，沈总如今又功成名就，多好呀！”我眼眸冷下，看向助理：“那你知道沈4年和身边的秘书是什么关系吗？”助理没有惊讶，作为沈4年的贴身助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一切？夏经理，
男人都喜欢玩，但终究会回归家庭的。沈总对林欣欣只是玩玩而已，这是你们男人的想法。我冷笑道，作为助理，我只希望你能尽好本分。助理不再说话，但他看向我的眼神带着不赞同。收拾好一切，我转身离去，却在门口看见了沈4年的劳斯莱斯。车窗摇下，沈4年俊朗温和的面容出现在我的眼帘，只是对方衬衫那抹鲜艳的口红格外刺眼。林欣欣作为他的秘书，此时规规矩矩坐在他的身边，只是在沈4年看不见的地方，女人朝我露出个得意笑容。门口怎么有辆货拉拉？你买了家具？沈4年下了车，漫不经心地问道。恰巧这时，搬家人员拿着我的行李往外搬，沈4年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你们在干什么？四目相对之间，搬家人员面面相觑，我脸色平淡，让他们继续搬。随后看向男人，沈总既然有了新欢，我给你腾地方，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谈谈。话落，我转身想要离开，沈4年却猛地抓住了我的手。你知道了。沈4年抿了抿薄唇，随后眼神冰冷地看向林欣欣。林欣欣脸色一白，开口解释：沈总，我什么都不知道，装小白花这一套对我可不管用。我甩开沈4年的手，淡淡看向林欣欣，那张暧昧照片不是你发的吗？还让我亲自去办公室抓奸，要不然我让公司技术部查一查那个手机 IP 地址，还你个清白。在商海浮沉多年，林欣欣这种手段在我眼里根本不够看。沈4年，你到底是喜欢他的人，还是贪图他年轻？但无论是什么，出轨已经成了事实。安安，我和他只是玩玩。身后传来沈4年的声音，男人根本不顾及林欣欣还在现场。我转身看过去，对上了林欣欣妒忌又愤怒的眼神。对方转而又看向了沈4年，眼神悲伤而控诉：沈总，我只是喜欢你。沈4年没有给他半个眼神，那双黑眸直直地看向我。安安，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他只是我的一个错误而已。一个错误？我驻足看向沈4年，昔日年少轻狂、肆意妄为的少年，在我的培养下变得成熟稳重，处事周到体贴，似乎在这一刻暴露出他本来的面目全非。出轨不可原谅，如果不是林欣欣的暧昧照片，我一直很相信他。如果不是这个错误，会不会有下一个错误？没有林欣欣，会不会有李欣欣、秦欣欣？我不敢想象，相处6年的枕边人，连背叛我的借口都找得这么随意。我深吸了一口气，淡淡开口道：那如果我也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了？最近刚好宋时微。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沈4年就暴怒地打断了我的话：夏安安，你敢？说完，他自以为我退了一步地说道：明天林欣欣会消失在沈氏集团，这样你满意了？当年那个幼稚的沈4年仿佛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但我却再也没有笑意盈盈地走向他，甚至觉得连和眼前的男人说话都变得艰难。我们都冷静一下吧。最终，我丢下了一句话，转身便上了车，没有丝毫留恋。我听到身后沈4年狠狠踹了一脚林欣欣，似乎在怪他把真相告诉我。我疲惫地闭上双眼，让司机开车到我的住处，却没有想到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宋时微看到我，似乎也很诧异。夏经理，他的目光扫到了我后面的货拉拉，来来去去的清洁搬家人员，试探性地询问：你搬出来住了？我微微点了点头。放在往日，我的确会跟这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客套2句，但是现在我心力憔悴，只想要休息。
这段时间都会住在这里，改日再请宋总吃饭。我淡淡开口，宋时威似乎看出来我的疲惫，点了点头，随即一笑。我也住在这附近，以后夏经理我们可能会经常见面。今天刚好我公司也有点事情，就不打扰夏经理了。我点了点头，随后进门躺在了主卧，任由外面助理安排搬家人员将东西摆放好。6年，就算养条狗都有感情了，何况是人。昔日的沈4年不过是满身反骨的少年，而我也才出校门，被社会搓磨毒打的大学生。在一次抢劫中，沈4年救下了我，手上被抢劫犯划出一道深深裂口，我自觉有愧，悉心照料人，直至痊愈。一来二去，感情似乎也水到渠成。相处1年之后，沈4年想要创业，但我们两家都不是大富大贵家庭。我思来想去，下定决心辞去国企工作，陪着他白手起家，从京都5环开外的地下室走到市中心。我们整整花了5年。如果先前我还能给自己找借口是公司没稳定下来，沈4年没心思结婚，那么公司上市后这1年稳步发展的时间里，沈4年却丝毫没有跟我提起过结婚的事，的确让我陷入悲观。但我只以为沈4年只是在等一个好时机，如果不是林欣欣的那张照片。想到这里，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我发了条短信给沈4年，约他后天见面。随后，我找了律师，一步步整理我和沈4年之间的公司利益关系。除却感情，我和沈4年名下有共同的房产、珠宝和各种其他物件，大到公司项目分成、股份。当我在沈4年面前一一摆出这些律师分割明细的文件以及我的辞职申请书，眼前的男人怒色更甚。夏安安，你非得闹到这个地步吗？我神色平静地看了他旁边的林欣欣一眼，淡淡开口，沈4年，我们好聚好散。说是辞退林欣欣，原来是将人放在了自己身边照顾。就连我们分手，沈4年还带对方过来，6年的感情，我竟然得不到对方的一丝尊重。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可同时也觉得沈4年有些恶心。沈4年眼神冰冷，夏安安，你想清楚，这沈氏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你不想要做，多的是人想要当。闻言，我笑了。比如你身边的这位小晴儿，我不是给他们腾位置吗？沈4年，你想玩那就尽情玩，没有我的约束。别说林欣欣这一位小情人，就凭你现在的身份，什么李欣欣、刘欣欣都恨不得缠在你身上。可是我不行，我心眼小可容不下一颗沙子，非要斗个鱼死网破的话，我作为内部人员，沈氏集团的漏洞可是一抓一个准，你要试试吗？沈氏集团走到现在不容易，沈4年就算不想要放走我这棵大树，被分走1半财产，也得掂量掂量破产和失去1半，哪个更严重？夏安安，你变了。沈4年终于还是在那几份文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只是脸色难看。我收起文件，淡淡开口，对呀，我们都变了。话落，沈4年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从咖啡厅出来，外面暴雨成灾，我没开车，而在这暴雨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根本打不到车。我正思索着等雨停还是坐地铁或者公交回去，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夏经理。我转过身去，视线所及是身着休闲服的宋时威，长身玉立，眉眼温润如玉，哪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1.88米的身高也是鹤立鸡群。
更不用提及对方淡定从容的气质。宋总，我打了一声，寒暄了2句。宋时微看着站在门口的我，仿佛看出了什么，笑道：“正好我要开车回去，夏经理一起吗？”我略微不好意思的点头，的确不想在外面久待，那就多谢宋总了。车上，宋时微眼眸微暗，好奇问道：“夏经理怎么在那里？”“只是处理一些事情而已，还有我以后就不是夏经理了。”“宋总不用这么称呼我。”我抿了抿唇开口，并不介意外人知晓我离职的事情。几乎是我刚离职，公司系统就会除名。内部人员的离职毕竟不是小事，有心之人想要调查也简单。宋时微微微诧异，似乎联想到前几天我搬家到小区的样子，也猜测出什么，但没说什么，只淡淡开口道：“也好，离开了不舒心的地方，才能向更好的迈进。不知道夏经。”说到这里，男人似乎陷入苦恼。那我该叫你什么呢？安安。听到这2个字，我眉心一跳，转而看向了他。宋时微立刻笑了笑，开个玩笑，不知道夏小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没有想到，电话铃声就疯狂响了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索。看着手机上的显示，我仿佛预料到了什么，果然接起电话，那端就传来了我妈的吼声：“夏安青，你为什么和4年分手？4年多好呀，你今年都已经29岁了，你不和他结婚，你还想和谁结婚？”电话那里还传来我弟弟的声音：“对，沈哥有什么不好的？你干什么和他分手？他现在是沈氏集团的总裁。”“姐，你别闹呀，这么多苦日子都熬过来了，走到这一步，你差点就能成为沈太太了。”我捏紧了手上的电话，即使没开外放，我妈的吼声隔着手机屏幕都能传得清清楚楚的。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宋时微，对方合上眼眸，仿佛假装在休息，没有听见。可难堪还是在我的心里面蔓延。妈，这件事情我做主，你就别担心了，我还有事就先挂了。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宋时微在这时睁了开双眼，淡淡开口：“其实年龄大点也没什么关系，好过一脚踏错。”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他一声。回到住处，我看着手机上疯狂轰炸的短信，微微皱眉。我知道爸妈是为了我好，他们从未在教养和生活上亏待我，只是在一个传统家庭里面，他们始终认为女性只有嫁人才能够获得稳定，希望我遵循一个普通人结婚生子的轨迹。在我为了沈4年从国企辞职之时，爸妈就持反对意见，甚至不看好沈4年一个穷小子，想要让我和他分手。这些年，因为沈氏集团蒸蒸日上，父母态度转变，为了我和沈4年之间的关系缓和，甚至低下头给沈4年端茶倒水，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沈4年和我结婚。可惜沈4年始终搪塞过去，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我将所有东西搬出婚房，也向沈氏集团递交了辞职申请，股份沈4年都愿意买下，折算成了钱打进我的卡里面。从沈氏集团拿着东西走出来，我一身轻松，却不料在电梯口看见了林欣欣。她还能待在沈氏集团？我打量着她，女人并没有身着工作服，身上也没有工作牌，手上拎着个保温袋。林欣欣似乎有意向我耀武扬威，拦住了我的去路，眉眼得意：“夏安安，就算你陪了4年，这么多年又怎么样？最后还不是被扫地出门了？仗着没有外人在。”林欣欣毫不掩饰对我的恶意，我可不是吃亏的主，只淡淡笑道：“就算我离开沈4年，但沈氏集团的股票和分红能让我滋润一辈子。
不知道林小姐呢？我佯装想起某件事，看了看林欣欣的保温袋，看似格外好心提醒她。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沈总身边新来的小秘书，长得真是水灵，还亲自带饭到公司邀请沈总一起吃。林妹妹这饭，沈总可不一定吃得下了。林欣欣闻言，脸色难看。我说的这几句话直戳人心，将她虚伪的外表捅破。我等着电梯的过程中，看着林欣欣淡淡嘲讽：林小姐这么喜欢沈总，一定要好好抓住他，毕竟我离了他还能有钱，你离了沈4年可就什么没有了。现在沈总又爱玩，多少小情人上赶着缠他。话点到这里，林欣欣憋不出一句话，紧紧捏紧手上的保温袋。而恰巧这时候，沈4年也从后面办公室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还有那个新来的漂亮秘书。眉眼含春看向沈4年，目光接触到林欣欣之时，又瞬间露出敌意。林欣欣都快要气疯了，但还不得不压下怒火，朝沈4年质问：“4年哥哥，他是谁？”沈4年冷淡地看了林欣欣一眼：“和你一样的小情人。4年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林欣欣崩溃了，只是沈4年依旧没施舍他多少目光，反而直直看向我：“这是你的东西，我还给你。”我看向他手上的红色手串，思绪飘远。那年我和沈4年刚刚创业的时候，遭遇了竞争对手的威胁，沈4年被车撞得住进了 ICU， 医生该治的都治了，说剩下的一切只能看天意。为此，我长跪佛门1800台阶，我一阶一磕头，只求上天留情，放过沈4年。这佛珠便是我那时候求来的信物，可惜呀，当初的真情如今都化作了一柄利刃，戳得人心窝子疼。我拿回来，却丢在了电梯旁的垃圾桶。这种东西烂了，丢了吧。沈4年见状，面容更加冷冽。安安，我们真的非得到这个地步吗？他们只是我的玩乐而已，只要你愿意，我可以让他们立刻都滚蛋，他们不会威胁到你的任何地位。闻言，我明显看到身后2个女人都白了脸。沈4年说得出做得到，林欣欣似乎也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害怕地看向我。我不知道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留在沈4年身边，但是我不再想卷入沈4年的情感纠葛。沈4年，我们断了。电梯应声而至，我只丢下这句话，便转身离开。我从沈氏集团离职，退出沈氏集团高层的消息不胫而走。父母知道了沈4年出轨的事情，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转而又担忧起了我的亲事。准备休养一段时间再步入职场的我，并没有感受到悠闲。父母给我安排了大大小小的相亲，时间几乎被填满。每当我想要拒绝父母的好意，可对上2老担忧的目光和他们的劝诫，我的内心充斥着愧疚。毕竟当初要死要活和沈4年在一起的是我，甚至不顾父母的反对，放弃安逸的生活，陪着沈4年吃苦受累。最后还是我爸妈看不下去，砸锅卖铁给了我启动资金，让我过得好一点。就连我的弟弟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见不得我受委屈。所以面对这些人的担忧，苦心安排的相亲，我说不出拒绝的话，但我也疲于奔波见各种各样的男人，偶尔不是人品下头，就是性格奇葩。直到这天，我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坐在我的面前。宋总，我眼神诧异地看着男人衬衫上别着的玫瑰。宋时威是我今天的相亲对象。我记得爸妈说，今天的相亲对象是某个朋友的侄子夏小姐。
好久不见。宋时微道士笑着坐了下来。我可不相信一个堂堂公司的总裁会来相亲，心中怀疑对方另有所图，却面色不动。好久不见。宋时微道士开门见山。我这些年本来没准备结婚，可是家里催婚紧，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我又推不掉，所以他的黑眸直直地看向我，温和俊朗的面容却露出浓浓的占有欲。我的心猛地一跳，佯装喝水掩盖。所以什么？我觉得夏小姐好像也备受催婚烦恼吧。宋时微快速收起神色，仿佛刚才我看到的都是错觉。男人微微耸了耸肩膀，所以夏小姐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假装结个婚，应付家里面的长辈？闻言，我皱起眉头，以宋总这种身价，恐怕就算是假结婚，也能有一大堆女人愿意吧？为什么宋时微找的是我？我曾经的确用宋时微当过挡箭牌，但那时只是促一促沈4年而已。私底下，我和宋时微只是配合默契的合作伙伴，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宋时微笑了，可是聪明的女人不多，不惦记做宋家家产更少，而我刚好认识夏小姐，我们又互有所需。我听懂了，宋时微是不想要惹上麻烦。如果宋时微想要找的是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无缘无故，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假结婚？如果是普通家庭的女人，又怎么不惦记宋家偌大的家产？宋时微需要的是一个合格且充当好外交角色的妻子，而不是引狼入室。而我是经过他挑选之后的合格人选，这种利益关系似乎才更符合成年人的世界。我淡淡开口：我和你结婚有什么好处？宋时微脸上的笑意更甚，他知道我动摇了。宋太太应有的身份和地位，包括每个月的零花钱，我都会按时打到你的卡上。成交。我伸出手：合作愉快。宋总。宋时微握了一下，合作愉快。婚礼的日子定了下来，连我爸妈和弟弟都没有想到，刚相亲完的我就突然之间要结婚了，就在这个月底。安安，要不然我们再看看，不得相处一段时间再说。其实也不用这么快结婚。临了到了头，妈反倒开始劝我，连家里面的2个男人也点头如捣蒜。要不然你和那小宋还是再交往几个月吧。当初的我和沈4年，交往6年，走了这么多风风雨雨都没结成婚，反倒是现在我和宋时微只相亲几天就确定下来婚礼，让他们有些不确定感，担忧更多了。肉眼可见，我爸妈的白发都多了不少。看着宋家人送来的五金和礼品，我只淡淡拍了拍我妈的手，反倒是安慰起他们，没关系的，我和他都认识1年多了，这次相亲只是个契机。我们发现彼此很合得来，加上大家年纪都不小了，我们才急着结婚。至于感情可以在婚后培养。但听完我说的话，家里人的脸色更加凝重了。许久，我弟弟叹口气，算了，要是他将来对你不好，你就回家，我帮你揍他。我妈也妥协了，这宋家礼数还算是周到，那结婚不算是小事。我和你爸给你盯着婚礼，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情，让你风光出嫁。宋家给的彩礼，我爸妈都把它单独放在一张卡上，交给了我，让我好好用在小家上，又嘱咐了我不少的话。婚礼虽然举办的仓促，但是婚礼现场并不敷衍，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用了心的。在我和宋时微结婚之前，家里人就打探过宋时微的家庭和人品，只是他们也没想到那个关系很远的朋友竟然有这个一个优秀的侄子，竟然还安排来和我相亲。
说不定是小宋早就喜欢我们家安安，特地托朋友介绍的。我妈小声嘀咕着，我弟弟陷入沉思。这是场隆重的西式婚礼，左右两侧铺洒着数不尽的玫瑰花，喷水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宾客如云而至。注目看向我挽着爸爸的手走向宋时威，看着那道气质斐然的身影，我突然紧张起来。男人站在逆光的地方，身穿高级定制的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缓缓出现在我视线当中，仿佛浑身上下散发着光芒，让人无法忽视。我捏紧了手指，心中一紧。我真的要和宋时威结婚吗？我的女儿以后就交给你了，要是敢对她不好，我会亲自来带走她。我父亲正色道，缓缓将我的手递到了宋时威手上。宋时威也脸色郑重，岳父放心，我会照顾好安安。接下来便是神父宣誓，然后交换婚戒的环节。我看着左手无名指上那颗价值上千万的红宝石钻戒，视线往上，对上宋时威含笑的眉眼，心突然又一下子安定了下去。再坏又能够坏到哪里？就算没有爱，但我不会失去钱。我拿起那枚准备好的男士戒指，正准备往宋时威的手上戴去，突然一道刺耳的轮胎刮地声音响起，夏安安，你敢！沈4年开车冲进了婚礼现场，脸色暴怒。他似乎没有想到我怎么和他分开不到1个月的功夫，怎么就要结婚了？那双眼眸红的仿佛要滴血。事到如今，我看向沈4年的眼神反倒是平静，不慌不忙地想要将戒指戴在宋时威的手上，可一个捧花突然砸了过来，小心！宋时威立刻将我护在身后，戒指也掉落在地。捧花是沈4年扔的，宾客仿佛被这变故惊呆了，也认出来沈4年。2大总裁在婚礼上针锋相对，口中喊的还是同一个女人的名字。我几乎能够料想到明天的热搜八卦，不由得揉了揉眉心，试图将舆论降到最低。沈总莫不是怪罪我没有请你过来参加婚礼？如今闹也闹了，朋友之间就不计较了，坐下来喝杯喜酒吧。只是沈4年丝毫不领情，他捏紧手指，那双眼眸泛红，死死地盯着我。跟我走，夏安安，你不准和他结婚。我淡淡地回视他。沈总说笑了。我转而看向保安，沈总喝醉了，送他去后台休息一下吧。保安早就想要带走沈4年了，闻言立刻上前，先生，我们到后面说话。只是这次沈4年也带了不少人过来，看着我心意已决，他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给我砸一样奖励1万。顿时他身后的保镖快速动作，宾客受到了惊吓，不由得纷纷避让开来。保安疏散人群，控制场面，一边还要调动安保过来制止沈4年的人。一时之间，婚礼混作一团。我家人和宋家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在宋时威的安排下送去后台了。宋时威抿了抿薄唇，看向我，戒指没戴。他捡起来那枚掉落的男戒，放在我的手上。我眼眸坚定，将戒指戴在了他的手上。婚礼被沈4年砸了个稀巴烂，但并不影响我和宋时威的结婚仪式。沈4年在台下看得眼红，只是这时候他被几个保安控制住，上不来。夏安安，你敢？这个小白脸有什么好的？你就这么缺男人吗？我们才分手不到1个月，你就这么快找到下家了？沈4年从未如此失控和歇斯底里，如果是以前的，我会心疼，可现在宋时威才是我的丈夫。哪怕是名义上的，我都会维护他的尊严和体面。沈4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我眼神冰冷地看向沈四年，别忘记了，我们已经断得彻彻底底。宋时威是我丈夫，你嘴放干净点。宋时威拉住了我的手，将我护在身后。相较于我的冰冷，男人面上依旧是温和，只是态度强硬。今天沈总所做的事情，我会派律师来起诉。安安现在是宋家的太太，沈总，希望你早日能够认清自己前男友的身份。沈四年看着我们一副夫唱妇随的样子，无能狂怒。夏安安，你要刚嫁，我就弄死他。我们不再理会他。宋时威已经报警了，接下来由律师和警方处理，其他留给安保。男人牵着我的手走到了内场，依旧是隆重的宴席，宾客也被稳定下来。刚才的插曲仿佛没有发生过。宋时威带着我一一敬酒，介绍认识家中亲戚和一些重要的合作伙伴。婚礼的第二天，我就和宋时威领了证。沈四年被拘留在派出所里，没有能够出来阻止。我意识到沈四年怕是不会轻易放过我，提前找了律师写了一份婚前协议。我没忘记宋时威为什么娶我的原因，上面的内容都经过公证，除却宋时威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我不会侵占宋氏集团和宋时威的任何财产，只是当我将这一份签了名字的婚前协议递到宋时威的面前之时，男人却将它撕碎丢进了垃圾桶。我们之间不需要这种文件。闻言，我面露疑惑，宋时威娶我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一个不会影响他财产的合格妻子。安安，男人突然按住了我的肩膀，眼眸灼热。摸爬滚打多年，我对不祥几乎有尽直觉的预感。我立刻避开宋时威的目光，转移话题。我累了，先上去休息了。宋时威松开了手，目送我上楼，只是目光晦暗。沈四年的报复如约而至，宋氏集团的订单合作都被沈氏集团抢了过去。沈四年宁可自损1000，也要宋氏集团亏损800的行为，让我看来简直疯了。我忧心忡忡地过去找宋时威，对方却让我不用担心，我不是坐以待毙的人。沈四年不会得意太久，宋时威反倒是安慰起我来，我却还带着担忧。这件事因我而起，要不然我们还是离了吧。这是我和沈四年的恩怨，我不想拖累宋时威。宋时威抿唇看向我，眸色晦暗。安安，不要动不动提离婚，我不知所措。宋时威怕吓到我，语气又软了不少，起身将我按在了座椅上。你就好好当我的宋太太，这些事情不用你出面，可这些事本就是我引起的，我怎么能不在意？所以在沈四年约我见一面的时候，我还是赴约了。我怕沈四年又发疯，谨慎地找了几个保镖跟随。约见的地方也是公开场所。夏小姐如今可真是够得意的，2个天子骄子为你大打出手，你是不是心里很得意？我还没有进包厢，站在门口的林欣欣就极度地开口。我默不作声，注意到了她微微隆起的腹部，4两拨千斤地兑回去，这也算是我的本事，比不上林小姐靠借腹上位。但沈总可不吃这一套，多的是漂亮女人愿意为他生孩子。沈总该不会到现在都没准备给你一个名分吧？闻言，林欣欣的脸色更加扭曲，本来想要炫耀，却瞬间被我打脸。我走进包厢，里面倒是清静了许多。沈四年从我进来的那一刻，目光就锁定在了我的身上，看到在我手上戴着的婚戒，他的眼眸更是被深深刺痛。安安，他艰难开口，你真的要和宋时威在一起了？我坐在了他的对面，淡淡开口，你不都看到了吗？
婚礼现在可是沈4年亲手砸的。虽然男人被沈氏律师集团从派出所捞了出去，但我听宋时威说沈4年赔了好几百万。我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要怎么样你才能够放过宋家？非要咬着我不放吗？沈4年深吸了一口气，压抑怒火，和宋时威离婚，他能给你的我都能够给你。安安，我还是爱你的，我们之间可是有着6年的感情，这是谁都比不上的。对方冷静下来，又露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看向我。我看着曾经昔日爱人，只觉得他面目全非。沈4年是怎么能在左拥右抱，还弄大了别的女人肚子的情况下说爱我？我从未觉得沈4年如此恶心过。6年又怎么样？你还不是毫不犹豫出轨了？沈4年，林欣欣肚子都大了，难道你还想让我嫁给你养私生子？我冷笑一声，将冷茶泼到了沈4年的脸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没想到你的无耻还能够刷新我的底线。我拿起包包就要离开，沈4年浑身狼狈，想要拦住我，却被我携带的几个保镖拦下。林欣欣早就在外面等候多时，见到我出来，生怕我抢走沈4年，立刻冲了进去。4年哥哥，沈4年却还在暴怒当中，似乎想起要不是林欣欣的挑拨，我和他不可能分手，直接将怒气发泄在了林欣欣身上。都是你这个贱人！他狠狠地扇了林欣欣一巴掌，女人顿时尖叫一声，摔倒在地，流出了血。沈4年的助理立刻赶了过来，拨打了急救电话，拉住沈4年。看着乱作一团的身后，我不想要卷进去，出门坐车离开。沈氏集团很快遭受到了宋氏集团的反击。沈4年喜欢抢宋氏集团的项目合作，宋时威就此布局。最后，沈氏集团拿到了一个暴雷的地产项目，资金链断裂，很快面临破产危机。我再次听说沈4年之时，是沈4年为了挽救公司，打算和一个富家千金联姻，哪知道被自己的情妇开车撞进了 ICU。我略微好奇地支起耳朵，看向宋时威。接着呢？怎么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宋时微笑着揉了揉我的脑袋。那个情妇你也认识，是沈4年之前的秘书林欣欣。听说她被沈4年殴打，失去了孩子和生育能力。沈4年本来为了压下这件事，承诺娶她，哪知道对方违背诺言。林欣欣也对沈4年由爱转恨，才发生了这种事。医生说沈4年双腿粉碎性骨折，再也站不起来了，脸也在车祸中被玻璃碎片弄毁容。安安，你要去看看他吗？宋时威的语气有些试探。我摇了摇头，不了，他有自己的家人，我们早就断了。沈4年现在这样，就是咎由自取。估计身边的情人也跑光了，而林欣欣凭借故意杀人这一条罪名，最少都是无期徒刑。我站了起来，却意外看到宋时威书房一张熟悉的照片，这不是我们高中时期的毕业照片吗？我拿了起来，面露疑惑看向宋时威：你怎么会有？看着这张照片，我仿佛陷入了回忆。因为高中和大学都是书呆子的缘故，我的朋友并不多，就边上那个小胖子是我高中时期的玩伴，或许你该叫我另一个名字，秦时。宋时微勾唇莞尔，你在说些什么？我皱眉看向他，看了看照片上的秦时，不敢相信。我记得很清楚，我高中时期的玩伴秦时可是个400多斤的大胖子，要不然也不会被班上几乎所有人取笑和孤立。我尝试着帮他减肥，都没有减下去。听说是因为生病的缘故，
秦时每天都要吃好多药。我爸妈离婚后，我跟我妈也就改名字随母姓，病也慢慢好了，就瘦了下来。宋时微目光炙热地看向我，我的脑子突然开窍，仿佛想到了什么，放下手中照片。所以一开始宋时微就认出来我，还有结婚也是他故意的。以前你可是答应做我新娘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证已经领了。宋时微眼眸微动，抱住了错愕的我，语气含笑，贴了贴我的脸颊。我冷静下来，微微推开宋时微的脸，那是玩笑话。这一星期你去侧卧住，我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宋时微不依不饶，安安，我们结婚了。男人的目光真诚而炽烈，宛如阳光下的向日葵。我沉默片刻，想到记忆中的秦时，憨厚老实胖乎乎的少年，仿佛和眼前的男人重合，任由男人抓住了我的手，在我耳边低语，正也领不少时间，我们该同床共枕了。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渣男为了他的白月光推我至受伤，我二话不说甩他一份离婚协议，然后拨通了那尘封许久的号码。哥，我离婚了。电话那头6个哥哥瞬间气炸。孟家掌门人大哥，天凉了，温氏该破产了。律法界战神二哥，就算离了婚，我也让他净身出户。科技大佬三哥，明天我就切断给温家的技术供应。黑客高手四哥，一会儿我就黑了温氏资料库，让他们的秘密无处遁形。顶流五哥，我有1个亿的粉丝，一人一口吐沫淹死这小子。医学新贵六哥，那啥，我学医的，可以杀人无形，有用不？我发誓我真的没推过陈琳。看到老公赶来，我立刻上前，正准备解释，却被他冷脸给推开，脚下一个踉跄，我的肚子撞到了一旁的楼梯的转角，疼得我瞬间红了眼。陈琳，给我看看伤到哪了？我的老公温锦成正温柔地扶着陈琳，安慰着她，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陈琳眼含泪水地冲着他摇了摇头，锦成，不关孟欣的事情，都怪我自己不注意。她话音刚落下，站在一旁的婆婆便阴阳怪气地对着我斥责道：孟欣，你心真狠，这么高的楼梯你都敢推陈琳下去，你难道不担心会出人命吗？小门小户的乡下女，心肠就是歹毒。小姑子也言辞凿凿说：哥，我看见了，就是这个毒妇，是她推林姐下楼的，林姐就是太好心了。婆婆和小姑子明明是陈琳摔倒之后才赶来的，可是他们却能言辞凿凿地说我是凶手。难道就因为陈琳是老公的初恋，所以她能被所有人宠爱着？那我呢？我3年的婚姻又算什么？我眼神像看救命稻草一样朝着老公望去，他是我最后的希望。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没关系，只要我爱的男人相信我就行。可是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对我说：孟欣，你太过分了，过来给陈琳跪着道歉。耳畔如遭地震，我的老公居然不相信我，还要我去给他初恋下跪道歉。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眼前是陈琳那得意的笑颜，耳边是婆婆和小姑子笑骂的嘲讽声。听见你没？让你下跪道歉，赶紧的，跪下，再不跪下，你就从温家滚出去。我冷眼看向恶毒的婆婆，你是不是忘了楼梯口装了监控？要调监控吗？话音落下，全场安静了下来。刚才还逼着我道歉的婆婆噎住了舌，陈琳的脸上闪过一抹慌张，她可能怎么也没想到有人会在楼梯口装监控吧？那还得感谢我这恶毒的婆婆，
他嫌弃我孤身一人嫁入温家，没有背景，担心我偷温家的东西。楼梯口的监控就是他半个月前怀疑我偷家里的冬菇，刚刚给安装的。我目光锁在老公的身上，我不信他看不出来此刻陈琳的慌乱，可惜他无视了。他温柔地抱起陈琳，准备离开，完全没在意我的感受，连一句歉意都没有。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崩塌。3年有名无实的婚姻，我以为只要我坚持，他最后还是能注意到我。结果是我太天真，我喊住了他：“温锦成，我们离婚吧。”从民政局办完手续出来，温锦成叫住了我：“这100万给你，以后我们两不相欠。”站在一旁的婆婆和小姑子盯着支票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温家资产几个亿，我离婚的时候什么都没要，现在不过是100万的补偿费，就让他们心疼成这样吗？这点小钱我还看不上。我接过支票，随手撕成碎片，撒在温锦成的脸上，留着给你看不郁。温锦成瞬间脸色黑沉。梦欣，你……一旁的婆婆惊得瞪大了眼睛。她一直嫌弃我结婚3年没有给温家生下孩子，她哪里知道我跟温锦成根本没有夫妻之实。我不知道温锦成有什么问题，可是他的的确确3年没碰过我。我冷笑地离开，走下台阶的时候，恰好看到站在一旁偷窥的陈琳。他一脸胜利者的姿态，笑着。我冷笑着看向他，替你下半辈子惋惜，没男疼爱的快乐，以后留给你来继承。看着陈琳惊变的表情，我心情愉悦地离开，逃离了众人。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我掏出手机，拨通被我拉黑3年的号码：“哥，我离婚了。”下一秒，我便听到电话那头爆发出一阵嘈杂的声音。大哥急道：“小七，你现在在哪里？我来接你。”10分钟后，6辆顶级豪车组成的豪华车队停在了我的面前。大哥从打头的劳斯莱斯上推门下来，紧接着后面5辆车也纷纷开了车门，是我另外5位哥哥。大哥上前一把抱住了我：“小七，3年你受苦了，这次无论你怎么求，大哥都不可能再放你回去了。3年前，为了嫁给温锦成，我自愿从家里离开，放弃拥有的一切。我跟大哥打赌，我一定会让温锦成爱上我，然后带着他回孟家。可惜我输了，很彻底。大哥，小七现在离婚了，你们几个哥哥准备怎么办？”律法界战神的2哥，就算离了婚，我也让他净身出户。科技大佬3哥，明天我就切断给温家的技术供应。黑客4哥，回去我就黑了温氏的资料库，让他们秘密无处遁形。顶流5哥，我有1个亿的粉丝，一人一口吐沫淹死这小子。6哥，哥，我学医的，可以杀人无形有用不？6哥话音落下，瞬间遭到其他5位哥哥的眼神攻击，他吓得立刻躲到了我身边来。小七救我！6哥跟我是龙凤胎，2人从小感情就好。当初我要嫁给温锦成的时候，他甚至用绝食来抗议。终究是我眼瞎，识人不清。温家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一直费尽心机想要搭上关系的首富孟家，居然是我娘家。他们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跟孟家合作了。在温家，我输得一败涂地，可是在6个哥哥的面前，我永远是娇贵的小公主。哥哥们，我们回家吧！6个哥哥齐声呼应：“走，接妹妹回家。”从温家出来，我孑然一身，除了基本证件什么都没带。大哥温柔地看着我：“那些不要也罢，你想要什么就去买。”6哥领了命令，拿着大哥安排的黑卡，带着我到了商场。
我被他拖进了一家奢侈品店，小七，看上什么随便拿，反正大哥买单。锦城，你觉得这个包好看吗？熟悉的声音吸引了我的视线，我侧眸看去，不远处正好站着陈琳，搂着温锦城胳膊，举止亲密的撒娇。小姑子温娇娇也在，他们也注意到了我。小姑子率先发难，她直接冲到我的面前：“梦欣，你要脸吗？前面那么牛气，不要钱的是你，现在跟踪我们到这里的又是你。告诉你，想复合没门，施舍给你2个钢镚打发叫花子倒是可以。”我看着温娇娇趾高气昂的模样，正准备开口，身后的六哥却抢先了一步：“这店你家开的，你能进，我们不能进。”温娇娇似乎没想到还有人帮我，她打量了一眼穿着普通的六哥，随后鄙夷道：“你说的没错，这里我能进，叫花子一样穷的你们不能进。”六哥冷冷地回道：“呵，原来如此，你狗叫的能进，没当畜生的不能进。”温娇娇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气得脸颊通红：“你敢骂我？”六哥耸耸肩：“不听不听，王八念经。”我在默默地发笑。陈琳见状走了上来，拦住了温娇娇：“娇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也就看看，反正买不起，我们何必跟这种下等人费口舌呢？”温娇娇像找到了主心骨一般，拉着陈琳的手，炫耀地看着我：“琳姐，你说的没错，那些穷酸女哪能跟你这种富家千金比？给你提鞋，她都不配。曾经我看在她是我小姑子，年纪又不大的份上，不跟她计较。现在我跟温家没有任何关系，她既然敢挑衅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把你们店经理叫来，听到我的话。”温娇娇夸张的大笑出声：“有些人穷归穷，口气不小，他以为叫经理来就能拿一些小样吗？没逛过奢侈品店就少装逼。”在我的坚持下，服务员还是帮我叫了门店经理。我从口袋中掏出大哥给我的黑卡，还有大哥的名片，递给了一旁的店经理。门店经理瞬间绷直了身体，态度恭敬地看着我：“小姐，你有什么需要？”我冷冷地吐出2个字：“清场。”在陈琳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门店经理已经叫来了商场的保安，站在他们面前。陈琳惊愕地看着门店经理，厉声呵斥道：“你们什么意思？我可是你们的 VIP， 你们不赶这些乡巴佬走，居然赶我们走！”门店经理笑着看向他：“抱歉，陈小姐，孟小姐是我们店最顶级的客人，她有权利享受清场服务，请你们尽快离开，否则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温娇娇原本还想撒泼，被身材高大的安保一个呵斥，吓得窜出了门店。温锦城恐怕这辈子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他不想丢人，拉着陈琳离开。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脚步，特地打量了我一眼。站在我身侧的六哥立刻上前，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小七，这家店喜欢吗？喜欢哥就给你买下来。”我无奈道：“可是有些包脏了。”六哥瞬间意会，指着刚才被陈琳试过的那些包，对着服务员说道：“这些被畜生碰过，太脏了，全部剪掉扔垃圾桶。”我随口补充了一句：“记得剪碎点。”有些畜生就喜欢垃圾桶里找宝贝，捡别人不要的东西。看着陈琳和温锦城气到要吐血，又被强制驱离的模样，我心里真的不要太爽。狗男女，你们的福报还在后头，等着吧。被六哥拉着买了半间店铺的东西，才被允许从商场离开。刚走到地下停车场，就听到前面几个熟悉的身影，还真是冤家路窄，这么久了，他们几个还没离开。我拉住六哥，暂缓了脚步，
温娇娇阴阳怪气地说：“哥，你说孟欣一个离了婚的二手烂货，怎么就突然能勾搭上大富豪？这里面一定有猫腻。”他说完，陈琳迫不及待地接上：“锦城，孟欣是不是经常进去你的书房？会不会他偷了温氏的机密，换了钱？否则一直看中温家的新兴科技，怎么会突然取消合作？”温娇娇立刻赞同的点头：“哥，还是琳姐聪明，那个贱人一定是干了坏事，不然她怎么舍得离开我们温家？这两人一唱一和，给我安排了这么一出偷窃的大戏。若不是我刚好撞上，我还没机会看见呢。”温锦城默不作声，脸色却十分阴沉难看。不过合作取消，倒真跟我有点关系。谁让那是我三哥的产业？我在温家受了欺负，以我三哥睚眦必报的性格，自然不可能放过温家。我缓缓走上前，见我出现，三人还愣了一下。温娇娇这个傻姑直接找我对峙：“孟欣，你这个贼，偷了我们家的机密换钱，信不信我报警抓你？”我掏出手机递给温娇娇：“报警号码知道吗？要不我帮你打。”看温娇娇被我气得说不出来，温锦城拉开她，走到我面前盯着我：“新兴科技突然取消跟温氏的合作，跟你有没有关系？”面对温锦城的质问，我点头承认有。听见这话，温锦城的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难看。温娇娇就跟抓了什么利器一样，立刻对我发飙：“孟欣，你倒是敢承认，难怪你以前死赖着我们家，现在突然提出离婚，原来你就是拿了商业间谍的好处，出卖了我们家，做贼心虚，怕被揭发，所以赶快跑，对不对？”我冷笑地看向温娇娇：“我要是怕，现在会承认。”温娇娇急着吼道：“那是你知道我哥厉害，很快就能找出证据，所以才承认。”我朝着温锦城看去，不想理温娇娇那二货。这么机密的资料，你会带回温家？更何况你的电脑双重加密，你觉得我能打得开？温锦城做事谨慎，他独自在书房工作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我靠近。我连他手机密码都不知道，更何况是电脑里面的机密。陈琳阴阳怪气地盯着我说：“锦城，有些人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温锦城冷声道：“再问你一遍，是不是你？”我身侧的六哥看不下去了，他伸手不客气地指着温锦城：“你个小白脸，你们温家有什么本事？你心里没点逼数？新兴科技姓孟，你以为没有孟欣这样的顶级科技公司会跟你这种小瘪三家开的野鸡企业合作？服你2天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现在就让你们知道得罪孟欣的下场，等着，后面有你们受的。”温锦城越过六哥，将目光锁在我的身上：“你跟新兴科技的孟总有关系？”我冷冷说道：“不能是亲戚吗？当初为了帮温家渡过难关，我悄悄给三哥打了电话，三哥让旗下的公司跟温家合作，否则以温家的资质，哪有机会接触到新兴科技这种顶级企业？可惜这几人不长眼，得罪了我这尊大佛。”温娇娇不屑地冷嗤：“就你那乡下来的孤女，能跟孟家是亲戚？我看你就是小偷，故意在找借口，怕我们告你。跟这群人说话容易降智，我实在懒得理会。”我逆视着温娇娇：“要告我，随时联系我律师。孟子胜听说过没？也是我亲戚，告我找他。”说完，我便转头离开。我六哥已经心有灵犀地将他那辆豪华版的大 G 开到我身边，开好车门，等着我上车。刚坐上车，我便听到身后的陈琳说话：“孟子胜，是那个战无不胜、没有败绩的孟大壮吗？
他也是孟欣的亲戚。温娇娇不屑地说道：“林姐，你别听他骗，他就是爱吹牛，他能有这厉害的亲戚？我头剁下来给他当尿壶，就孟娇娇那张丑脸，给我当尿壶我都尿不下去。下次有机会问问他能不能把脑袋给我当球踢，我保证一脚踹飞，绝不拖泥带水。”回到家后，六哥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把今天在商场发生的事情跟另外几个哥哥说了一遍。5个哥哥瞬间气炸，4哥气急败坏地看着大哥：“大哥，小妹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你再不把温家整垮，我都要忍不下去了。”大哥眯着眼看向我，让温家破产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好玩吗？我瞬间有种后脊发凉的感觉。我6个哥哥里，大哥是出了名的沉稳腹黑，他的眼神告诉我，温家这回惨了。大哥对着众人宣布道：“后天你们几个把手头的事情停一停，我准备给小七办个宴会，我们孟家的小公主也是时候让人见见了。”我弱弱的开口：“我觉得没必要吧，因为我是孟家唯一的女娃，从小为了保护我的安全，爸妈和哥哥他们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暴露的我信息，对外也一直宣称我在外国留学，除了一些至亲，没什么人知道我是孟家妖女。我低调惯了，没想着公开。”话音落下，6个哥哥齐声回道：“不行，6-1，我输得很彻底，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交给哥哥们来安排。”孟家向来低调，突然要办宴会，公开孟家最受宠的妖女，瞬间吸引了全城名流的瞩目。众人聚集在孟家的豪华庄园。我不爱锦衣华服，哥哥们给我请的设计师单独给我量身定制了一件长裙，简简单单却特别的优雅舒适。哥哥们在招呼客人，我独自一人出现在宴会现场。我刚准备去找大哥，却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孟欣。”我回头看去，便见陈琳挽着温锦成高调地朝着我走来，他笑着挑眉看向我：“还真的是你呀，别惊讶，我只是没想到你能出席这样的宴会。”我冷笑着看向他，觉得我不配吗？陈琳得意洋洋地看着笑道：“你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好，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下次来参加宴会记得要穿礼服，这是对主人公的尊重。你看我跟锦城穿的都是香奈儿的最新款，你若真想混进这些上流圈子，趁机找个好对象，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可得记得哦。”好一杯绿茶，看似教我，其实是在讽刺我趁机混圈钓金龟婿。我学着他的腔调，笑着回应道：“好，谢谢你的提醒，下次我跟你学习。”我伸手想要去摸陈琳的衣袖，他立刻躲开，嫌弃地看着我：“孟欣，我知道你嫉妒我穿高奢，可是这衣服很贵，你若碰坏了，你赔得起吗？”我冷冷一笑，伸手指着衣袖上的边角部位：“下次买2手奢侈品的时候检查一下，上面螺蛳粉留下来的汤汁印记都没洗掉，味道怪大的。”陈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低头看去，衣角不明显的部位确实有一块红黄色的油渍。她急切地想将袖子上的污渍盖起来，不想被人知道她买2手的事情。“你胡说八道什么？这是我新买的衣服，这叫特色，你这个乡巴佬能懂？”哈哈哈！我没忍住笑出声。对了，忘记告诉你，这衣服是我卖到2手奢侈品店去回收的，那污渍上面还沾着我的口水。听你这么说，确实算特色，毕竟我的口水也算独一无二。陈琳的脸瞬间煞白，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恐怕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衣服居然是我卖出的吧。看着他那比吃大便还要难看的脸，
我又好心地提醒了一句，不过你这种喜欢捡我不要二手货的毛病得改改，免得下次又捡到我什么特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暗恋我。这回连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温锦成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陈琳被我羞辱得下不来台，气得直跺脚，早就没了前面战斗母鸡的姿态。若不是陈父突然出现，他恐怕都没脸站在我面前吧。陈父走到我们面前，眼神锐利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态度很凶。琳琳，我让你跟锦城找个机会跟孟家几位少爷聊一聊，你们在这里跟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拉扯有什么意思？得罪了我，还想跟我哥哥聊一聊，他们这不是赶着上门送人头吗？见我没回应，陈父盯着陈琳严肃地告诫道：你别忘了今天的重点，能跟孟家小姐攀上关系，哪怕只是说上一句话，都是你的光荣。到时候那些阿猫阿狗，你少理会。陈琳得意地看着我，放心吧，爸爸，我会跟孟小姐成为好友。有些人就算在投胎，也没机会跟我们站在同一阶层。我憋了好辛苦，才把笑意给憋回去。陈父实在太搞笑了，跟我说话就是光荣吗？待会宴会正式开始，不知道他们看我出场会是什么表情，我倒是有些期待了呢。距离宴会正式开始还有半小时的时间，嫌里面太闷，我走到水池旁透透气。没想到这样也能碰到温锦城，不过这次只有他一人。温锦城一直看着我，却又不说话。我跟他之间已经不需要再有交集，我要离开。身后的温锦城突然一把拽住了我的手，你过得还好吗？我回头看向他，他眼神执着地盯着我，若是缺钱，我可以给你，不要做这种事情。我好笑地盯着他，这种事情是什么事情？温锦城为难地看着我，有些犹豫地说道：琳琳说，刚刚看到你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若是有困难，我可以帮你，不要这样作践自己好吗？老男人，我回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刚才老管家给我送点心，他在孟家多年，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宠着，生怕我没照顾好自己，时刻都盯着我。没想到被陈琳看见，还以为我被老男人包养，也是可笑。不过我并不想解释，就让他这么误会着吧。一个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做到再见只是陌生人，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无关。温锦城立刻皱眉，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我这是在关心你。我冷冷一笑，谢了，不用。或许被我冰冷的态度给气到，温锦城恼羞成怒地看着我，孟欣，是我看错了你，你就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你活该有眼前的境遇。他以为他那点心思我看不出来吗？曾经我爱着温锦城，不顾一切地追着他跑，将他的话奉若圣旨。现在我走得决绝，像温锦城这样的男人，心里自然接受不了。他想要证明我离开他后过得并不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依附着他，继续接受他的施舍。可惜他没这机会，这才是他生气的原因。现在的我回归到孟家，就凭温锦城的身份，连给我提鞋都不配。我甩开温锦城的手，大步离开。刚走到室内，便碰上我六哥。看他那模样，应该看了一阵戏了。六哥笑眯眯地凑上来，小七，二哥人脉广，我让他找个仙家给你看看。我总感觉温家人给你下了蛊，不然你怎么会看上这蠢逼？温家人没有给我下蛊，是我自己眼瞎。5年前我从国外回来，在机场的时候，恰好看到温锦城跟陈琳分手，意气风发的少年红着眼求着陈琳不要离开，他脸上的倔强和坚定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一直很羡慕父母一眼到白头的爱情，我从小就希望找一个一心一意只爱我的男生。我感觉温锦成会是那个对的人。我私下调查了温锦成半年，他在陈琳离开后并没有颓废，努力接管过温家的生意。不知不觉之中，我迷上了温锦成，不顾所有人反对嫁入温家，吃了3年的苦，我才明白他的心里装的从来不是我。我苦笑地看向六哥，你就当我瞎了眼吧。六哥心疼地摸着我的头，走吧，宴会开始了，轮到我们的小公主出场了。我随着六哥走进去，恰好在人群之中看到陈琳，她也看见了我，还故意凑了过来，眼神暧昧地瞥了瞥我身侧的六哥。梦欣，没想到你手段不错嘛，前面刚跟老男人勾搭完，现在又来一个。你身边的帅哥知道你刚跟老男人卿卿我结束吗？六哥诧异地看着我，我无奈失笑。他说孟叔。六哥瞬间意会，笑出声来。小七，下次你跟老男人私会的时候，顺便带上我，我也喜欢那个老男人。六哥小时候跟我一样，也喜欢缠着老管家，我们2个是家里最受老管家宠爱的孩子。陈琳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似乎没想到还能这么操作。我抿唇偷笑，让他震惊的事情还在后头呢，等着吧。舞台上，身为顶流明星、表演经验丰富的五哥充当了今晚的司仪。他举着话筒，帅气的亮相，瞬间迷倒了无数少女的心。很感谢今天各位莅临寒舍，请容许我向大家隆重的我们孟家的小团宠，我妹妹孟子欣。我伸手轻轻拍了拍陈琳的肩膀，示意她让路。她扭过头，不耐烦地瞪着我，催我也没用，就你这德行，孟家小姐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我含笑地看着她，心里暗笑，要看我自己，拿一面镜子照一照不就行了。陈琳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孟家的安保已经走到他身边，将他拽开。不过我哥哥并没有让人把他驱离，有些事情要亲眼看见了才更打脸，不是吗？我缓缓上前，6个哥哥如同骑士一般站成2排，宠溺地护着我走向舞台的正中央。追光灯一路追着我，直到我在舞台站定。我低眸朝着台下扫了一眼，见到了陈家父女还有温锦成那惊讶的表情。他们怕是想破脑袋也没想到我就是孟家千金孟子欣吧。当初离开孟家的时候，大哥跟我做过约定，不能暴露我在孟家的身份，避免我被人利用，我便改名为孟欣。其实我的本名叫孟子欣，跟6个哥哥一样都是子字辈，父母对我的偏爱半点都没落下。我举着话筒，注视着台下，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听说能跟我说上话，都会让人觉得光荣，真是太抬举我了。陈父的表情因为我的话变得无比的难看，他逼着女儿一定要攀附上的千金小姐，就是他口中不三不四的女人。没有比这个更打脸的吧？简单介绍了一番，几个哥哥便将我的活全都给包揽了过去。他们只是希望我露个脸，让大家都知道我孟家千金的身份，不敢招惹我。有6个疼爱我的哥哥，就算我在这座城市横着走，也不敢有人多说半个字。从舞台上下来，温锦成立刻追了上来，人都还没到我跟前，就被保镖给拦了下来。他推搡着推开保镖：“你们挡着我做什么？我要见孟欣。”保镖冷脸，甚至有些鄙夷地看着他：“先生，要见孟小姐，请到前面留下你的名片排队，等审核通过了，自然有人通知你时间。”我站在透明的电梯里，望着温锦成那张错愕的脸，嘴角挤出一抹嘲讽的笑意。
曾经对我爱答不理，现在让你高攀不起。刚起床，老管家便急匆匆地来到我面前：“小姐，门口有人闹事，你要不要去看看？几个哥哥都出门工作去了，家里就我闲着，我不去谁去？走吧，我们去看看。”我话说完，老管家立刻带着2个保镖，牵着2条德国黑背犬，跟在我身后，气势汹汹地朝着大门走去。你们给我滚开！我要见我儿媳妇。远远的我便看到我那钱婆婆拉扯着门卫要冲进来，边上还站着那逗逼的钱小姑子温娇娇。见我出现，钱婆婆立刻笑脸相迎：“欣欣，看见你可太好了，这群狗奴才居然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你妈，你赶紧把他们给辞退了，以后我不想见到他们。大清都亡了100年了，她还在这摆婆婆谱呢。姚水仙，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儿子离婚了，你还自称是我妈，你这脸得多厚？”温娇娇嘟着嘴，一脸的不满：“嫂子，离婚还能复婚呀？妈可说了，只要你愿意回来，以后一定好好待你。真稀罕，结婚3年，我还是第一次听她叫我嫂子。以前左一个乡下女，右一个穷酸样的喊我，半点教养都没有。”我冷嗤一声：“温娇娇，自己说过的话可别忘了，记得把你的脑袋砍下来给我当尿壶。虽然我看不上，不过给我家这2条狗正合适。当初他可是说了，孟子胜若是我亲戚，他就砍下脑袋给我当尿壶。现在他知道孟子胜是我2哥，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温娇娇被我对的气得脸都绿了，要冲上来。我身边那2条黑背顿时弓着身体，龇牙咧嘴地吼了一声，吓得温娇娇瞬间缩了回去，躲在他妈的身后。姚水仙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一阵咒骂：“你这个贱人，现在成了有钱人家的小姐，就开始摆谱，狼心狗肺的东西！枉费我对你这么好，你也不怕遭报应？对我这么好，他好意思说出口？他以为这样，周围人看我的目光就会变了吗？别忘了，这里是孟家，这些人都靠着孟家吃饭。”我对着老管家示意了一下，老管家立刻松开黑背犬脖子上的束缚，瞬间2只比人还高的狼犬冲了出去，他们分别朝着温娇娇和姚水仙扑去，吓得2人拔腿就跑。2条犬在后面跟戏耍他们一样追追停停，等他们跑累了，准备放弃的时候，2条犬机灵的又开始新一轮追赶。温娇娇跑摔了几次，姚水仙直接一个跟头扎进了一旁的下水道里。若不是老管家怕他死在这里，脏了孟家的风水，让人把他给拉上来，现在他说不定已经被下水道的污水给淹死了。2人狼狈的模样实在好笑，若不是担心笑太过肚子疼，我还能再看一会。晚上大哥回来找到了我，温家破产了。我诧异的抬头：“哥，你这动作够快的呀！我以为大哥会慢慢折磨温家，让他们无比狼狈的破产，没想到速度这么快。”大哥摊了摊手：“不是我，是那温锦成自作自受。他在外面到处用你的名义做幌子，说你是他的妻子，想要借此招揽项目。有人找上我询问情况，你们都离婚了，温家跟我们自然没关系。”我瞬间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温锦成自以为那我是他妻子的名头当招牌，就能拉到项目，只可惜他当初眼瞎，没看懂我是只金凤凰，将我赶出家门。我大哥否认了我跟他的关系，那些人自然以为是温锦成在招摇撞骗，敢以孟家女婿自居，还被孟家人知道，这不是等于彻底得罪了孟家吗？孟家势力庞大，我的6个哥哥在各行各业都是精英，得罪了我们家，
哪有什么好下场？不用孟家出手，资本就立刻看衰温家。没了资本的支持，温家的生意自然一落千丈。前2年，温锦成做生意很冒进，得罪了不少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每次能够渡过难关，大多数是因为有我几个哥哥的面子撑着。现在没了这些，他算个屁！那些人还不趁机落井下石，温家破产也是分分钟的事情。听完这个消息，我平静地回了声：“哦，我跟温锦成已经离婚，温家的事情与我无关。”四哥以为我不高兴，冲着我招了招手：“小七，来，哥哥给你看个能让你高兴的东西。”我凑到了四哥的面前，四哥将他手机递给了我，打开上面的视频，我瞬间震惊了，这不是陈琳吗？四哥点了点头，就是他，玩的倒是挺开的，3个黑人，一个他，这何止是玩得开，简直是辣眼睛。没想到陈琳在国外的时候玩得这么疯。四哥又点开了一个视频，从画面上来看，应该是近期，也就是这1、2天的事情。陈琳和2个男人喝酒，手上的动作还十分的暧昧。没多久，3人就去了酒店。温锦成头上顶着这么一座青青大草原，他知道吗？小七，你别气，为了这样的渣男气坏了不值得。我好笑地看着心疼我的四哥，哥，我不气，你能把这个发到温锦成手机里去吗？渣男敢借着我的名义招摇撞骗，必须得给他点苦头吃吃。四哥是黑客，在计算机领域有超高的天赋，这种事情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小七，你等着，几分钟的时间，四哥的手机画面便切换成了温家的监控画面。此刻温家人跟陈家人正坐在温家的客厅里聚餐，下一秒，前方的电视突然亮起，随后陈琳那2段视频在屏幕上轮流播放。2家人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陈琳尖叫地捂着脑袋，温锦成脸色铁青地摔了碗。原本还在商讨婚事，准备借着陈家力量翻身的温家3人，顿时闹成了一团。陈家人说温家是故意在羞辱他们，在2家聚餐的时候放这种视频。姚水仙大骂陈琳是烂货，不要脸，2家直接打在一起，互不相让。陈父气得当场心脏病发作。望着嘈杂的画面，我突然觉得有些无趣，将手机还给了四哥。以后这些烂事不用给我看了，这种人不配入我眼。四哥冲着我竖起大拇指，小七说的没错，这种污秽可不能脏了我妹妹的眼。我搂着哥哥的胳膊，笑着撒娇，哥，有你们可真好。回过孟家后，在6个哥哥的宠爱下，我彻底摆烂，成为一个小米虫。哥哥们给我布置的任务很简单，每天逛一次商场，跟小姐妹喝一次下午茶，看看外面的世界，多接触一点人，这就可以了。跟着小姐妹从商场出来，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没等我看清，那身影立刻朝着我扑来。此刻的温锦成早已经没有了曾经温家大少的风范，他穿着油腻腻的送餐服，满身狼狈地跪在我面前。欣欣，以前是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吧。看着他这副恶心的模样，我内心别提有多反胃了。听说陈父心脏病发，导致中风，陈家群龙无首，这让陈家的生意直接垮了。没了陈家的助力，他转头来求我，把我当傻子吗？还是觉得我太好骗？他稍稍掉2滴眼泪，我就会回心转意，实在愚蠢。当初我在温家被钱婆婆恶整的时候，他但凡替我说过一句好话，也不至于到眼下这种境地。明明知道错的是陈琳，他居然还能逼着我下跪。
温锦成有今天，全都是他活该。我低眸嫌恶地看向他，嗤笑道：现在认错，晚了，滚吧。温锦成还想扑上来，却被一旁的保镖给拦住。保镖护送着我上车，他连我一根头发丝都别想有机会触碰。温家彻底落魄，而我有6个哥哥在，依然是孟家最受宠的小公主。尽管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追我的人依然能排到法国去。孟家求亲的门槛就要被人给踩烂了。姐姐要钱有钱，要颜有颜，还担心没人追吗？爱情这种东西早早已经看淡，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我现在只想回归本心，高高兴兴当一个亿万富婆，彻底摆烂，当个没心没肺的富婆，可真快乐。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